哇，太好了，喂，等一下，哎呦，这么晚了你还吃？哎，萍姐，我白天要工作，晚上带小朋友，哎，但是这个压力这么大，吃一点不碍事啦。来，哎，try 一口，try 一口。你吃来干嘛？你要补什么？你要补气还是补油？你放心，我肚子你看平平的，吃这个不会胖的啦，这个 OK 的。来，你就不怕你肚子里面那个小心肝会抗议吗？我的小心肝很懂事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吃了哈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好吃啊。来，try 一下。我不用懂，等到它里面喊救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不会喊救命啊！你没有吃，你才喊救命。我跟你讲，来，这个排队的嘞，来 try，真的，救命啊！还是一口来，一口。救命啊！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很多人呢都觉得脂肪肝啊，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啊，最多就是肝里面好像多一点油，但真的是这样吗 ？OK， 我相信这个课题呢是既熟悉又陌生了哈，所以今天请到的就是呢肠胃及肝胆专科韦俊涛医生，欢迎。那答应我们两位嘉宾哦，嘉彪彪哥欢迎，还有金鸡金姐 ，Hello。是，先问一下两位啊，你们知道什么是脂肪肝吗？离我不远。我想就是听说脂肪肝，感觉上这个肝哦，周围有很多的油啊，包住这样，对，油腻包起来。 OK 我的感觉是脂肪肝就是这个意思。OK， 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太敏感了。我是没有去测了啊，但是据说肥胖的人离脂肪肝不远啊，就有可能有。对。对呀，我也没有想过说是脂肪肝呐。我每一年有去验呐，只是验脂肪是有啦，可是一个人体内，医生是不是多多少少脂肪要有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问一下医生哦，到底什么是脂肪肝呢？我们正常的肝里面呢是有很小的油的，里面是有小过5%的油。但是当我们有三高啦，或者肥胖啦，或者其他的原因啦，我们的油就会存放在我们的肝里面。OK， 肝里面的油超过5%呢，在医学上我们就说这个人有这个脂肪肝。哎，那说到三高哈，哎，彪哥你本身有三高的问题吗？是，你看我这个身材哈，重了嘛，有2高，就是主要是高血压跟高血糖，但目前是在吃药在控制当中了，所以不晓得这样高危险吗 ？OK， 你是每一年都会做检查？对，因为在吃药嘛，所以这高血压跟高血糖就必须定期的检查，控制有没有在控制当中。OK， 那金姐有做吗？这些三高检查？我有做，可是我的高血压是从20几岁妇产科的时候就跟我讲，我是情绪化的高血压，有的时候低的时候就很低，一紧张的时候，我一看到白袍就开始高起来，医生都叫我说去外面喝个茶再回来。我等一下喝茶回来看到医生，我又高起来。哎呦，说是情绪化，有时候低的时候又很低。那我想问一下医生，这个三高跟这个脂肪肝有关系的吗？有啊，我们说有脂肪肝的病人，他们有6个危险的因素。第一是喝酒太多，第二是肥胖，第三是那个三高，就是高的胆固醇、高的甘油三酯、高的血压，还有高的血糖。所以好像彪哥这样说，他有2高，就可能有危险的这个脂肪肝。OK， 哎，那医生你刚刚有提到嘛，所以有一个高危群是常喝酒的哈。那为什么喝酒会造成有这个脂肪肝呢？喝酒有2个途径，一个是酒就是卡路里，对，一罐啤酒的卡路里大约是1碗饭的卡路里，哇！所以我们吃饱饭再喝了2罐啤酒，就是喝多一顿饭，所以多余的卡路里。第二就是酒有一个毒，直接的可以伤到肝，让我们的肝放比较多的油在里面。脂肪肝啊，如果不好好处理的话，会怎么样啊？脂肪呢，在我们肝里面呢，是对肝的细胞有毒的。所以有些人是没有问题，不过有一些病人这个油就令到肝里面有这个发炎，每天都发炎，有新陈代谢的多的话呢，它会有纤维化，我们叫 fibrosis。纤维化有分1、2、3、4，到第4种就是说肝硬化了。所以脂肪肝是有可能导致肝硬化的，不过还好，这个是一个很慢的过程，需要差不多20年。所以呢，那些有脂肪肝的人，咬齿牙根不要胖，要瘦，通常都不会再恶化的。对，医生一直看着我啊，提醒我。对，知道刚才你在讲的时候啊，你在讲这一段呢，彪哥一直在摸他的肝，还摸说他的肝有没有硬。我的小心肝，肝在腰上面哈。哎，医生，那这个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吗？好，欢迎子豪啊，营养师加入我们今天讨论。大家好。
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外用餐，是而且常常吃一些加工食品。没错请问这是不是呢造成这个脂肪肝的元凶呢？哎，其实脂肪肝的问题呢，主要是在于我们每一天吃什么、吃多少更有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你的饮食当中呢，热量特别高，对，甜的东西吃得很多，油脂的东西吃得很多的话，那其实脂肪肝就会发生，因为这些东西最后转换成脂肪的话，就会慢慢的堆在我们的肝脏里面。OK，我们几乎忙碌的生活必须吃到一些加工食品。那如果我们每天都需要吃到的话，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去计算，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安全一点嘛。我个人还是建议可以的话呢，尽量选择那些比较健康的，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想说饼干啊或零食类，它们其实都是属于很高的加工食品。那这些里面呢，热量又高，脂肪又高的话，那你每天就把它当成是我可能饿了之后我就拿来吃的话，无形当中长期下去，它就累积了很多的热量，最后都有可能会跑到肝脏里面造成脂肪肝。所以重点还是说要吃正确哈。对。那说到这个饮食要怎么吃正确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来一个迷思题来考考你们，好，看看你们对这个饮食的认知如何，好不好 OK， 来，以水果代替正餐可以改善脂肪肝，真还是假？OK， 两个都觉得是假。可以，彪哥为什么？我觉得水果大多数我们觉得水果好像是比较健康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水果是甜。它的糖分很高，比如你可能是吃西瓜、葡萄成为代餐的话，它的糖分可能高过你吃一个正餐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。OK， 有道理。是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吃阿波嘎多，它又可以消除你的脂肪肝，而且又耐饱。好，答案真还是假？答案是假的。哎，恭喜！两个都答对。水果里面的糖分越高的时候呢，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水果本身呢，它里面甜的话，它的果糖的成分很高，那果糖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为在台湾呢有这样的研究发现说呢，他们找很多的年龄大概在20多岁到30多岁的女性来做一个检测，就发现说她们其实身体的质量指数 BMI 都非常的标准，身材也很匀称。OK， 然后呢，很多人呢吃东西也蛮均匀的，尤其是他们会说我自己是用水果来代餐。那医生呢在检查发现呢一个很特别的现象，就很多呢其实会有初期脂肪肝的问题。因为水果糖分，水果糖分太高了，尤其是当它变成一个代餐的时候呢，你的比例就会增加很多。而果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，它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它在能量代谢的角色并不是很高。所以很多的这些多余的果糖就会跑到肝脏里面，然后肝脏不会随便的把东西浪费掉嘛，它就会把它转化成脂肪呢，然后把它收起来。所以在肝脏里面一直累积这么多的脂肪在里面的话，久而久之呢，就会形成包覆肝脏的脂肪肝的问题。但是我要以水果代餐的话，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水果我们得去选择嘛？如果你真的要用水果来代餐的话，原则上来说，就是越不甜的水果就越安全。OK， 比如说有哪一些？不甜的水果的话，可能比如说像苹果啊、梨啊，像刚才金姐提到的牛油果啊，这些都是属于不太甜的水果。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这里非常普遍的番石榴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桌面上这些水果，都是属于糖分偏高的嘛？芒果偏高，然后葡萄你吃多的也偏高，西瓜有时候真的得看它甜不甜。对。听到子豪这么一说，感觉上糖比油杀伤力更强。糖比油的杀伤力更大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糖呢，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吃进很多油，你会很自觉的去控制它。那我们吃甜的东西，除了水果之外，因为不想给大家觉得是水果才是那个元凶，不是，真正的元凶是白糖。因为白糖呢，其实就是所谓的蔗糖。蔗糖在那个食品科学里面呢，进入我们的身体，它会分解成2种单糖，一个叫葡萄糖，一个叫果糖。那葡萄糖就是我们身体代谢的能量嘛，它一定会燃烧掉的。那剩下的就是这个果糖。所以其实果糖呢，最大的来源呢，更多时候并不是水果，而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吃到的甜的东西的白糖。我的朋友啊，那样自作聪明啊，他现在有时候每天早餐吃水果，他觉得很开心啊，就是很减肥了又营养了。它其实只要不过量的话还好，还是 OK。就以保健促进局的那个建议的话，我们一天需要吃2份水果。所以如果他的那2份水果都在早餐吃的话，其实没事的，是 OK。主要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代餐吃很多次，一天吃4到7份的话，那个就会出问题。那有没有什么食物是尽量少吃呢？尽量少吃的话，就是真的你觉得甜的东西、白糖类的东西，尤其是碳酸饮料。
现在很流行的泡泡茶啊这些饮料的东西，这个能够戒的话就直接不要吃，对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。碳水也是要控制的。对碳水的东西，因为碳水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米饭、面食、五谷类都是碳水，越甜的碳水，它的危险性可能就稍微高一点。比如说我们可以比较了，像马铃薯啊、芋头啊、那个番薯，越甜的番薯果糖的成分就会越高啊，所以这个呢就可能稍微要控制一下。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会不知道，是蜂蜜啊，蜂蜜很多人就觉得很健康啊，对，消炎呐，是，但其实它也是有糖分的。蜂蜜跟白糖的结构其实都一样的。哦，只是呢，它们的比例比较不同，而且蜂蜜里面还有其他的微量营养素，所以当你吃到蜂蜜，你会感觉到甜的话，给你甜味的其实就是那个果糖。OK，那我们平时应该多吃哪一些食物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脂肪肝的呢？其实更多时候在脂肪肝的这个课题上呢，我们不是说吃什么让它好，而是不要吃什么。你不要吃什么的话呢，就不要再继续让它恶化。肝脏其实有再生的能力，所以当你不再去破坏它、伤害它的时候呢，肝脏就会通过自己的再生能力去进行修复，它就会慢慢好。所以是不是也要去补充这个好的脂肪？好的脂肪应该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均衡饮食里面计算的一个部分，所以我们每天必须要吃大概可能就是每日热量的20%到25%之间的这个脂肪。那如果你可以在这一个区段里面呢增加多一点的好的脂肪的话，那些不好的脂肪变得少的时候，你的肝脏就会有时间去做修复，就不会受到这么多的伤害。想问一下营养师，到底有哪一些食物是有好的脂肪的，是我们可以吃的？好的脂肪呢，其实可以分为几种，比如说像动物类的食物的话呢，像深海鱼类啊、三文鱼啊、金枪鱼这些，其实都有很好的 omega 3。OK 啊，在水果方面的话呢，有那个牛油果。牛油果的话，通常我们会建议啊，就是一日最多的话就是1颗。那用油方面呢，我们会建议就是有 omega 9的那个橄榄油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比例呢，就是在坚果类，比如说像核桃啊、杏仁啊、开心果啊、腰豆这些，它们都算。医生，那这个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吗？是可以逆转的。脂肪肝原先因为比较胖啦，或者有高的胆固醇这样啦，当一个病人瘦，或者你控制了他的胆固醇或者他的糖尿病呢，脂肪肝是可以反过来的。OK， 那如果说要瘦的话，是要瘦多少？通常我们会建议瘦5%，5%的话呢，它的发炎就会好转。OK， 你可以瘦7个8%的话呢，纤维化也会反过来的。有李腾看着我一定要，不是，所以呢，其实瘦的人也是很有可能有脂肪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不用减肥吗？比如说我现在瘦的，我有脂肪肝，我就不是减肥了。对，脂肪肝的人有危险因素，说肥胖啦、三高啦，或者高的这更有三脂啦。要视乎于这个病人是哪一个是的问题。譬如说一个胖的人也没有三高，他减肥他就会好。但是一个人瘦的人，但是他有高的胆固醇，你跟他瘦都没有用，你要他做运动，还也要给他控制他的胆固醇啊。不过呢，肥胖的人很多时候都会有三高，所以你解决的肥胖的问题呢，很多时候都可以解决其他的三高的问题。我们问一下彪哥，你有没有尝试过？是控制你的饮食啊？有的，我都一直在尝试当中啊。对，每一年我都立志很努力啊，很努力，还在努力当中。但是听到医生这么一说，其实我们算是非常高的危险区，而且到我们这个年纪，要瘦下来真的不容易。要持之以恒，要有恒心。你觉得你现在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嘴不听话？对，看到美食就想要吃，对不对？就停不下来。对，就是你工作时间长啊，是吗？就像看你吃的小蛋糕啊，那些油炸的食物，看到觉得好新鲜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控制。我们有很多对肥胖的研究，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就是我们真的学到，就算我每天都骂你，叫你要瘦，叫你不要吃东西。病人瘦的机会只有2个8%，就是我们现在才知道，以前我们说叫病人去瘦去做运动没有用啊。我们说他，哎呀，你没有这个意志力。其实现在我们知道，不是他们意志力弱，是身体的这个反应。所以我们现在不会说肥胖是一个问题，我们说是一个病。对，我有病，我一定要医。对，感觉。
感觉是换一个方式骂你。没有，不是你的错啦。是这个我有病要问子豪了。你要运动，可能真的要有毅力。那既然运动很难的话，是不是先从吃开始做起呢？如果自己本身不想要去改变的话呢，其实我告诉你怎么吃，其实没有什么作用。是真的是那个人自己打从心里要去改变这件事情，把它当成是一种病呢，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才会怕。当一个人怕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去做改变。你有想过要减肥？有，我有病。有。那如果今天我觉得把肥胖是一个病的话，我就把它做好它，医好它，对，就这个样子了。运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，是吗？我个人其实是非常推荐去运动，因为除了饮食之外呢，运动呢也可以帮助你代谢掉很多身体的多余的能量。那这些多余的能量被代谢掉的话，其实你的肝脏的负担会比较小，就你其实还有多一点点的空间可以吃一些好吃的东西。但是我周围朋友很多都介绍一些减肥方法，就一个叫做间歇性断食法，我们都常听闻过，有效吗？间歇性断食其实现在非常的流行，它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。对，有所谓的10多个小时168，就16个小时不吃东西，8个小时吃东西，也有所谓的那个24024，就是1天吃1天不吃的那种，也有所谓的52型的，52型就是5天吃2天不吃。那间歇性断食呢，在研究上发现说，它对于减重的效果其实非常的好。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168呢。这个8里面的8个小时，你吃的东西还是要控制的，不是告诉你16个小时不吃，我8个小时可以乱吃那个就没有什么结果了有些反而更胖。所以8个小时里面，你的规划呢一定要是完整，而且是均衡的饮食，那就会有效。是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节食减肥，就是你吃得少的这种减肥方式呢，尽量不要一次过延续6个月以上。因为当你每一次都处在一个低能量水平的话，你的身体会进入一个所谓的防卫模式。我不够能量，所以当你总有一天会回去正常饮食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一看到新的食物，马上把它们通通收起来。所以你的反弹也会很快所以就不要让身体进入那个防卫模式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要做这些所谓的168或任何的节食减肥的那个方法的话，一定要找专业人士做咨询，帮你算清楚你的所谓的基础代谢，不要吃比它少，因为你吃比它少，身体一旦防卫的话，在任何情况底下，你一吃回正餐，你就反弹。对。可是有时候想减肥啊，可是年底到了，很多人过生日啦、结婚啦，我的天哪，你去不吃啊？你给了红包不是一定要吃啦？重点是有给红包，对，不然很浪费没有，那个菜也很特别，平时我们没有吃过的。不然你等下就觉得很浪费了。对呀。你如果今天会去吃这一餐，知道你会吃很多好吃的东西的话，那一天呢，你可能其他的时间里面，你就吃非常轻的东西，然后就把自己每一天的那个热量算在那一餐里面。然后你就去吃那一餐，好好的去享受。大家都在想吃多吃少又不舍得，然后又没有想要做运动。比如说，其实有很多运动都是真的可以帮你。它其实就是一个平衡，你吃多少和你用掉多少。所以当你真的很难去控制你吃多少这件事情的话，那你就用多一点啊。预防这个脂肪肝的话，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医生？就是你们两个身材很苗条啊，很健康啊，他们还年轻，应该教我们怎么可以保持你们的身材，不要胖就是不要吃得多，好像子豪说的，要控制，要做运动这样。是，就多运动嘛，而且我们运动自律吃，管住你的嘴。纪律。而且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，我们的基础代谢会一直掉？对，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新陈代谢越来越慢。第二呢，我们的肉越来越小。譬如说，你可能以前在 JC 的时候，那些有 six pack 的那些 rugby player，可能他们很大只，但是当他们到40岁的时候呢，你说这个 reunion 的时候，他们都胖胖的，因为我们年纪越大，新陈代谢都越来越慢，你的肉越来越小，所以你肌肉，你讲的是肌肉你需要年纪越大吃的越少。所以其实以前大家会说我要减肥，我去慢跑步其实更好的方法是去做点重训。对，譬如说买个哑铃啦，做一些push up 啦这样啦 ，planking 啦也是 planking 啦，还有我们的身体有很聪明的，如果你每天都同一样的东西呢，它越来越有效率，就消耗比较少的卡路里。所以我告诉病人，今天呢你的这个手，可能明天就你的脚，再后再去游泳，明天做不同东西比较。所以你每天要让你肌肉去
去习惯不同的，对，不要一直做一样的，我觉得至少要动了，要开始那一步，对不对？是动起来。那营养师呢？关于预防这一块，其实预防就像刚才一直都有提到的，糖这个东西就要少吃啊，真的不要吃这么甜。然后呢，可以的话，一样的就是酒不要喝这么多啊，偶尔小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喝多了之后呢，它一样真的是会伤肝。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其实这个跟营养没有直接关系啊，不过我们还是会稍微提到一下，就是睡觉。就是所谓的中医说的所谓肝胆经，你要11点睡觉这个东西，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修复的时间，所以能够的话呢，不要太迟睡。另外呢，在营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你越迟睡，你就会多吃一餐。对，因为你一定会煎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会开始感觉到饿，你的消化做完了，那这额外的一餐呢，又不会这么容易被消耗掉，它很多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个负担，最后去到肝脏。那如果像我之前有一个方法是，如果晚上啊我真的很饿，我就一直喝水，喝到饱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吗？没用的，没用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其实不会真的会饱，然后又增加你的肾脏的负担。因为事实上，如果你真的觉得饿的话呢，不要强迫自己去，就是不要吃东西去吃。还是它其实重点就是睡觉前的1个半到2个小时不要吃东西。那在那之前呢，你其实可以吃一些低卡路里的东西，比如说像全麦面包啊、那全麦饼干啊，1片到2片，100卡路里以下的那种，让你不饿。然后你就可以比较容易过那剩下的1、2个小时，然后去睡觉。所以今天真的是跟这个我们2位哈学了很多哈，关于这个脂肪肝啊，是要怎么样吃才能够更健康，对，要小心了，非常非常重要，要小心。 OK， 好，谢谢韦医生，也谢谢子豪，谢谢嘉嘉，谢谢，很开心，好，谢谢。那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